舅母，我的事不急，眼下我只想好好打理沈府生意，把银子赚回来。也罢，此事也急不得，缘分到了，自然就会有，还是顺其自然吧。二人正说着话，管家过来汇报说，宫里的张贵妃差人送了帖子过来。知道了。母亲，我能不能不去？我最不喜欢这种宴席，当真无趣的很。不可。那好吧，表姐你去嘛，这样我就有伴了。我与贵妃从无交集，她怎么会邀请我去赴宴？秦夫人闻言抿唇不语。梨儿这孩子还是太年轻，她有预感贵妃应当会给梨儿发帖子。管家来通知说平南王回府了，一见着外祖父，梨儿怎么了？是不是谁欺负你了？尽管直说，外祖父一定给你讨回公道。沈清离摇了摇头，从怀中取出那枚玉佩。外祖父快看，我这次出去机缘巧合，在姚县一对夫妇的手中拿回了您送给母亲的玉佩。看着沈清离手中的玉佩，平南王脚步晃了下，这正是他送给女儿秦芷的生辰贺礼。你方才说这玉佩是在姚县的一对夫妇手中得到的，怎么回事？你母亲的东西怎么会在他们手上？外祖父，母亲不是被寻常匪徒拦路大劫谋财害命，而是有人买凶杀人。你说什么？买凶杀人？沈清离点了点头，拿出画像，这是我根据他们的描述画出来的画像，外祖父可以派人去暗中查找，只要他们尚在人世，一定能找到。好，我多派些人手去查，活要见人，死要见尸。若让我查到背后之人是谁，我定要将他千刀万剐了去。说完了事，沈清离离开平南王府。他刚离开一会儿，秦朔办完事回了府。平南王把画像交给他，并将事情来龙去脉跟他说了，让他安排人手调查。沈清离回到府中，已经是晚膳时候。张嬷嬷备了膳食，正用着膳。小姐，下午时宫里张贵妃的人送了帖子过来，邀您去参加赏荷宴，说贵妃看重，请小姐务必要准时赴宴。是了，她现在不光是平南王的外孙女，还是皇家亲封的清离县主。张嬷嬷，这还是我第一次被邀请参加宫中宴席，真有些不习惯。小姐现在可是县主，身份不同往日了，以后少不了要有各种宴席，您得习惯才行。自打张贵妃进宫以来，每到荷花盛开之时，都会举办一场赏荷宴。沈清离和平南王府的人坐在一起，让沈清离意外的是，赵玉竟然也来了，其他人都已入座。楚圣帝才领着苏皇后和张贵妃过来，给皇上请安，给皇后娘娘请安，给贵妃娘娘请安，都免礼吧。二皇子早已提前交代过，今日的宴席为的就是给张燕之创造机会。宴席过半，张贵妃便提议用和为题，让大家自由发挥，赋诗一首。张燕之有心要表现，想以此来吸引沈清离的注意。赵婉更是如花痴那般，一脸春心荡漾的模样。皇上，这个时辰是荷花开的正艳的时候，不如臣妾先陪您去更衣，让二皇子领着大家先去荷花池赏荷。也好。朕去更衣，你们先随二皇子去荷花池。是，恭送皇上，恭送贵妃娘娘。贵妃的荷花池，满上卿也找不出第二个，你们今日可以一饱眼福了。两个荷花池，男女分开赏荷闲聊。没过多久，张贵妃身边的水仙走了过来。青离县主，奴婢是贵妃娘娘身边的水仙，娘娘请你过去闲聊几句。这儿这么多人，为何贵妃娘娘不请别人去？沈清离就算心有疑惑，也只能硬着头皮跟去。好在有韩语跟着，水仙在前头领路，将他们带至一处凉亭。臣女见过贵妃娘娘。不必多礼了，青离县主，过来坐吧。谢贵妃娘娘。县主，本宫说话向来不喜欢拐弯抹角，请你过来是想跟你介绍一下本宫的侄儿，张家的嫡长孙。不瞒你说，燕之自从上回在认亲宴上见过你一面之后，便对你一见倾心，求了本宫安排了此次宴席。是啊，青离县主莫怪，实在是我亲母县主，姑姑不忍见我茶饭不思。本宫看他诚心，你们年岁倒也合适，加之县主的事儿本宫也听说了，你与安阳侯府已经取消婚约，如此便依了他的意。本宫的任务已经完成，接下来你们年轻人啊自己接触，本宫还要回去伺候皇上。燕之啊，这可是你自己求来的机会，县主就在这儿，你可要好生把握。
是，多谢姑姑。请李县主，在下重新介绍一下啊，我是定南公府的嫡长孙，姓张，名彦之。如贵妃娘娘所言，在下青木县主不知有没有这个荣幸，能与县主携手啊？怕是要让公子失望了。我已心有所属，无法再接受公子的心意，公子还是另寻他人吧。他本想说眼下还不想谈婚论嫁，但这就等于给别人留了余地。心有所属？县主不是刚与赵公子取消婚约吗？这么快就找着下家了？与张公子一样，不久前我对那人一见倾心，已经容不下旁人了。公子慢慢品茶，我便不奉陪了。说完他起身时，不知怎的突然感觉腿有些发软。韩宇一根竹签甩出，擦着张燕之的手臂过去。小姐，你没事吧？没事，刚刚脚滑了一下，我们走吧。临走时冷冷地看了眼张燕之，哼，你等着主子的惩罚吧。刚刚那处地方很巧妙，如果有人从荷花池那边看过来，瞧不见张贵妃的身影，只见小姐和张燕之，在旁人眼里很容易误以为是你们私下见面。如果刚刚张燕之再扶了你一把，更容易让人遐想了。韩宇，我刚刚并不是脚滑，而是突然感觉双腿无力，站不稳，才会晃了一下。小姐的意思是有人耍了手段，他们如何做到的？属下竟丝毫没有察觉。我也不曾察觉。如果不是单一的问题，那应该只有一种可能，就是我在宴席上吃的某种东西和贵妃身上的香融合在一起，会产生这种效果。小姐言之有理，否则为何只有小姐有事儿？哼，传闻果然不假，皇宫里的女人个个都不简单，算计起来的手段多得很。我今儿也算是见识到了，皇宫威严高贵的外表下藏着的都是阿杂不堪，这就是所谓的皇家人。皇家人？小姐这不等于把主子也算进去了？其实皇家人也不都是阿杂不堪的，只是有时候处在那个位置身不由己，但至少不会毫无底线。这姑娘还挺护主。是，皇家人也不都是坏的，也有好的，比如你家主子是不是？属下说的是事实，主子从不滥杀无辜，也从不会欺男霸女，更不会残害忠良，欺压百姓。我信了。你刚刚说那个位置从荷花池那边看过来，只能看到我跟张燕之是吗？没错，怕是有些人已经误会了。韩宇看着正走过来的赵婉说道。赵婉满脸的妒意，拉着宋云瑶朝他这走过来。到底是县主啊，这么快就搭上国公府了？莫不是对人家张公子有什么想法？也难怪那么坚持跟我哥退婚。韩宇刚想斥责，沈清离拦了下来。赵姑娘，我与你哥为何退婚，你心知肚明，何必又在这儿强词夺理？倒是你说的搭上国公府，可要慎言。我只是去了趟进房，回来途中碰巧遇上贵妃娘娘和张公子在凉亭里说话，我上前去行个礼而已，都已经遇上了，难不成我还要绕道而行吗？岂不是对贵妃娘娘不敬？哼，你少胡扯，哪有贵妃娘娘？我看到的明明只有你和张公子二人，县主莫不是心虚，敢做不敢当吧？话不好乱说，不信你自己去瞧瞧，贵妃娘娘坐的位置正好被挡住了而已，你没有瞧见真相，就在这儿胡乱揣测，娘娘知道了可是要不高兴的。即便娘娘不计较，人家张公子清清白白，你这一通揣测再传到别人的耳朵，岂不是在给张公子添麻烦吗？赵婉一定是不想的，毕竟她可是心仪人家许久了。原来贵妃娘娘也在啊，那倒是我误会县主了。既然这样，那便没事儿啊。只怕还会有事。你这是何意？难不成你针对张公子有意？我的意思是，既然你都能误会，那荷花池边这么多人，想必也会误会，传得多了，指不定会传成什么样呢。说完这些，沈清离便带着韩宇回了荷花池。看着沈清离的背影，宋云瑶总觉得哪里不对。不行，我一会得找机会澄清此事。回到荷花池边，秦若烟连忙询问：表姐，张贵妃找你去做什么？有没有为难你？她要敢对你做什么，我一定告诉祖父，跟他们张家拼了。没那么严重。他将刚刚的事跟秦若烟提了一嘴，好在有雨涵在。这还没事，他们都对你耍手段了，就是故意要引起旁人误会你们。怎么宫里的女人都这样坏心眼啊？误会不了，有赵婉那个大嘴巴在，绝对会把事情解释得明明白白的。如他所料，回来后就将沈清离偶遇张贵妃和张公子的事散了出去。许是张贵妃为了显摆，特意交代工人划了几条船过来，载着众人到池中心赏赏那些稀罕品种。原本沈清离和秦若烟是要跟顺宁侯府的袁晴同船，但赵婉抢先一步，拉着宋云瑶挤了过来。哼，一会儿我一定要让你好看。几条船很快到了池中心，赵婉见时机差不多了。县主啊，刚刚是我小人之心了，不过县主放心，我已经替你们解释清楚了。沈清离眉头一抬，事出反常必有妖。县主快看，那里竟有一株绿荷，好生稀罕。哪儿？让我瞧瞧。见沈清离凑过来了，在赵婉伸手时，沈清离故作没站稳，一脸惊慌的啊了一声。
紧接着便是扑通一声。听到动静，几条船上的人纷纷循着声音看过来。其实赵婉的小动作，韩宇全都看在眼里。变故来得太快，赵婉伸着手站在原地都懵了。他把谁给推下去了？也不知是谁说了一句，刚刚那啊的一声，好像是县主的声音。赵玉脑袋嗡的一声，只要他现在跳下去，把沈清离给救上来，那沈清离岂不是必须得嫁给他了？几乎是在刚刚那人话音落下的一瞬间，他便直接扑腾一声跳入池中。秦朔也听到了，突然瞧见原本蹲着的沈清离在秦若烟的搀扶下站了起来。众人这才发现掉下去的人并不是沈清离。赵玉自以为救了沈清离，生怕接触的不够多，紧紧抱着扑腾的人不放。赵玉费了好一番力气才将人给救了上来。这不是宋姑娘吗？怎么会被赵姑娘推下去？他们不是走得很近吗？就是啊，今日我还瞧着二人一直待在一起呢，不会是因为什么事情闹翻了吧？即便闹翻了，也不能将人推下去吧？多危险啊！万一出了事儿，如何是好？说不定是故意的呢。你没见赵公子去救了吗？人家可是吏部尚书的女儿，难不成？众人你一言我一语，说的声音虽不大，却足以让赵玉听到了。小姐，你怎样？不可能，怎么可能？赵玉脑袋再次嗡的一声，只觉得天旋地转。清离县主，不是你想的那样。我刚刚以为掉下去的是你，我才去救的。赵公子请慎言，我什么都没想，你的任何动作和想法都与我无关。而且我觉得赵公子现在更应该关心的是被你救上来的宋姑娘。谁让你救的？你凭什么救我？吼完之后，转头看向旁边的赵婉。还有你个贱人，我哪儿得罪你了？你要推我下水，这下全毁了，你把我给毁了，你知不知道？宋云瑶越说越激动，走过去双手用力一推，扑通一声，荷花池再次溅起水花。宋云瑶，你疯了！说完连忙又跳下去把赵婉给救了上来。赵婉救上来时直接就晕了过去。事已至此，宋姑娘、赵公子，你们都冷静一点，先回到岸上再说。荷花池旁边的凉亭里，楚圣帝已经更衣完，和迟来的楚少渊在品茶。苏皇后和张贵妃坐在旁边，众人上了岸后表情都是耐人寻味。怎么回事？宋姑娘和赵公子怎么浑身都湿了？还有赵姑娘怎么晕了？二皇子站了出来，将事情始末大致说了一遍。好个安阳侯府，本宫好心邀你们来赏荷，你们竟在本宫的宴席上闹事。娘娘恕罪，臣的妹妹应当不是有意推谁下水，许是有什么误会。有何误会？大家都亲眼所见，就是赵姑娘把我家小姐推下去的。臣女什么也没做，只是好好的站在船上赏荷，却莫名的被赵婉推下水，臣女受此大辱，恳请皇上给臣女做主。皇上，事已至此，是不是先让他们下去更衣，再让太医来看看赵姑娘，等她醒了再好好问问。礼服连忙安排下去。张贵妃搓了搓手帕，刚刚她只顾着生气，竟忘了安排这些事，倒是让皇后这老女人出了头。待更衣的回来，赵婉被太医扎了2针也清醒了之后，才继续盘问。赵姑娘，你为何要将宋姑娘推下荷花池？你给本宫好好交代，若有隐瞒，本宫定不轻饶你。回娘娘的话，臣女是无心之失。当时是臣女想看绿荷，身子倾斜，没站稳，脚滑了一下。臣女惊慌，想稳住身体，没想到误将宋姑娘给推了下去。臣女是无心的。你胡说！我看你分明就是故意的。贵妃娘娘明鉴，小妹与宋姑娘一向交好，没有理由推宋姑娘下水。无论如何，都是因为小妹的过失，让宋姑娘受了委屈。臣回去之后会带着小妹去宋府登门赔罪。宋姑娘落水被臣所救，臣会对宋姑娘负责。臣愿备上厚礼上门提亲，还望宋姑娘能够网开一面。可宋云瑶恨得牙痒痒，谁让你提亲？目光朝楚少渊看了眼，心里更气了，杀了赵婉的心都有。皇上，依臣妾看，既然赵姑娘是无心之失，赵公子又愿意负责，不如……赵姑娘的话不可信。不可信？这是肃王殿下在说话。肃王的意思是，本王没记错的话，这位侯府赵姑娘可不是个安分的，堪称是惯犯。上回在三皇子府，便是她在沈记的点心上动了手脚，想要陷害清离县主，最后却连累了宋姑娘。此番该不会也是如此，是想要推别人下水，最后却误伤了宋姑娘吧？被他这么一提醒，宋云瑶好像想到了什么。臣女知道了，赵婉一定是想推清离县主下水，不知为何没推成，却误将臣女推了下去。对，一定是这样。他不敢接话，头又往下低了一些。臣女并不清楚，只记得当时身体晃了一下，臣女便蹲下去稳住身体，刚蹲下去就感觉身边有动静，抬头一看，宋姑娘就已经掉下去了。皇宫里也敢作乱，
小小年纪，心思狠毒，是当皇家的规矩是摆设吗？看来上次的板子还没能让赵姑娘长好记性，除非你能证明你真是无心之失，否则的话。说着看向张贵妃，皇上，无论如何，此事都是由赵姑娘引起，本宫瞧她这样子也并不无辜，还是应该小惩大戒一下。贵妃看着办吧，朕还有事要和肃王商议。楚圣帝说着站起身走了，楚少渊看了眼沈清离，也起身跟着走了。是，臣妾恭送皇上。恭送王爷。安阳侯之女赵婉行为不端，藐视宫规，实为对本宫不敬，责打30大板，小惩大戒，以敬效尤。你们都在这看着，好好长长记性。交代完这些，苏皇后便和张贵妃一同离开了。赵婉在鬼哭狼嚎中以及这么多人的注视下，被狠狠打了30个板子。谁也没想到宴席会以这样的方式结束，赵婉直接去了半条命。宫门口，众人还未来得及散去，老奴奉王爷之命，来给安阳侯府的人传个话。安阳侯府教女无方，致使其女在宫中犯下大错。安阳侯府停凤半年，另命其女伤好之后，去金福寺抄经磨练心性，每日跪抄1个时辰，为期1个月。望侯府以此为戒，下次莫要再犯。韩宇就知道主子不会轻饶了赵婉。得罪了这位，赵玉也是真够悲催的。赵玉都懵了，这怎么还来了加码？赵公子，接令吧。是，臣遵令。见他接了令，李福转身进了宫。三皇子他本就希望赵玉不要盯着沈清离不放，改取宋云瑶进府，这样一来，吏部尚书顺理成章的就站到了他这个阵营。事已至此，你也没有别的选择。回去后，先去吏部尚书家里赔个不是，好好跟宋尚书表明心意，再备上厚礼上门提亲，尽快把这件婚事给定下来。此事毕竟是你和赵婉有错在先，宋尚书难免动怒，你切记莫要与他强硬。你现在有求于人，姿态要先放得低一些，先把事情处理好比较重要。等他日你羽翼成熟，宋云瑶又已经在你府里，还不是由你说了算？是，臣明白。众人也陆续散去，赵玉正准备上马车，正好看到沈清离和秦若烟走了过来。县主，我不知道当时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如果真是赵婉想对你做些什么，我代他给你赔个不是。希望你看在他已经受到惩罚的份上，原谅他一回，我定会好好的管教他。还有，我当时真的以为掉下去的是你，我才会去救，跟宋云瑶无关。啊，你这话说的，凭什么你妹妹受到惩罚了，我表姐就得原谅她？这次是我表姐运气好，没掉下去，说是真被她推了下去，岂不是这辈子都毁了？就冲她那狠毒的劲儿，我表姐就不可能原谅她。还有你，安的什么心思？别以为我们不知道，你不就是想通过救人，好让表姐不得不嫁给你吗？赵玉闻言有些心虚，转头看向沈清离。赵公子，这话你说了已经不止一次了，你妹妹算计我也不止一次了，你们好好管教了吗？她改了吗？好像并没有吧，还不是照样胆大妄为。县主，你信我，这次我一定严加约束。我原不原谅他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上回挨了打，依旧没长记性，还是如此胆大妄为，这次还闯了这么大的祸，把人家宋姑娘都搭进去了。你们若是还不好好管教他，下回搭进去的或许就是整个安阳侯府了。他有没有听进去？沈清离管不了那么多。说起来，宋云瑶和你们侯府真是缘分不浅，赵婉每次想害我不成，被连累的都是他。赵公子还是认命吧。说完也不再多言，拉着秦若烟上了马车。跟在后面的秦朔冷冷地看着赵玉说道：本世子警告你一句，管好你妹妹，若她下次再敢对离儿不利，本世子不介意替你们管教她。还有你，若是再敢打离儿的主意，再纠缠不休，本世子也定不饶你。他此刻心里憋屈至极，双手紧紧握拳。他也知道这次的事错在赵婉这边。回到安阳侯府，安阳侯夫妇看着昏迷不醒的女儿，哎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好好的进宫赴宴，怎么就被打成这样了？赵玉心里压着火，压根儿不想说话。玉儿，你倒是说话呀！你妹妹犯了什么错？为何挨打？谁打的？他越是这样，赵玉的火就越压不住，干脆走了出去。安阳侯知道肯定是自己女儿闯了祸，到底怎么回事？把宫中发生的事跟安阳侯说了一遍。安阳侯颇为震惊。婉儿胆子也太大了，先不说沈清离现在有平南王府撑腰，如若真出了事，平南王岂能轻饶了他？就单凭他在宫中放肆，被打了板子也不冤，真是被惯得无法无天了。既然王爷有令让他去寺庙抄经思过，那便等他伤好一些了就送过去，也是该好好让他反省反省。
还不都是母亲一再的护着纵着，现在闯了祸挨了打，又开始哭哭啼啼的。听到此话，侯夫人顿时又不乐意了。你是他哥哥，怎么也不知道替他求情，还让他被打成这样，你是怎么照顾妹妹的？再说了，这是贵妃娘娘的宴席，娘娘惩罚也就罢了，怎么王爷还要罚？你疯了！王爷要罚谁也是你能质疑的吗？莫说是贵妃的宴席，就是皇上的宴席，王爷想罚谁也照样能罚。侯夫人也不敢再抱怨，转而数落起赵玉。母亲，你真是不可理喻，他闯了这么大的祸，你竟然还在替他找借口，你这样早晚害了他。我哪是找借口，行了，都少说两句，先让大夫去看看婉儿。若不是大夫来了，估计免不了一阵吵闹。看到这么重的伤，大夫也颇为震惊。事已至此，玉儿，你去库房挑几件像样的东西，为父陪你一起去宋府请罪。此时的宋府，宋尚书和宋夫人听闻了事情经过，也是气得不轻。赵婉这个贱人，上回害你吃了有毒的点心，这回又害你落入荷花池。等他们过来，我一定要你父亲给他们点颜色瞧瞧，不能轻易饶了他们。母亲，我不想嫁给赵玉，我喜欢的是王爷。母亲知道你委屈，也知道你喜欢王爷，可王爷真不是咱们能肖想的。事已至此，你除了嫁给赵玉，也没有其他选择了。你放心，此事错在他们，你父亲一定会替你做主的。他知道自己没有选择，所以他才恨不得捅了赵婉。直到婢女来汇报说安阳侯府来人了，宋夫人才离开去了前厅。宋大人，宫中发生的事我都听说了，婉儿还昏迷着，不能登门致歉，我特意带上玉儿前来给你们赔个不是，都是我们对婉儿管教无方，才让宋姑娘受了这等委屈。宋大人放心，我们侯府一定会对宋姑娘负责，只要宋大人同意，我们立刻备上厚礼过来提亲。宋尚书闻言沉默不语，只是脸色铁青的坐着。哼，我女儿受如此大辱，终身大事都砸进去了，你们一句轻飘飘上门提亲，我就要把女儿嫁给你。你不把女儿嫁给我们侯府，还有别的选择吗？宋大人消消气，此事虽是意外，但我们却是诚心来提亲，能娶到宋姑娘是玉儿的福气，马上就是一家人了，有什么话咱们好好说，莫要伤了两家的和气。宋伯父，事情因我侯府而起，侯府理应负责，无论如何都请给侯府这个机会，我一定会好好的对宋姑娘，她入府以后是正妻，往后纳不纳妾事由她说了算，掌家权也会由交给她来管，绝对不会让她受委屈。什么？这不等于把宋云瑶抬上天了？刚想说话，赵玉立马冲他使了眼色，摇了摇头。我就这么一个女儿，以这种方式被你娶了，她心里很不痛快。我做父亲的，无论如何都要替她出气。你既喊我伯父，那我便是长辈，晚辈犯了错，我这长辈教训一下，你觉得行与不行？只要能够让宋姑娘消气儿，晚辈愿意受罚。他让人取来藤鞭，当着安阳侯的面，在赵玉背上抽了几鞭子，算是给宋云瑶出了气，亲事也算谈妥了。定于5日后，赵玉带上厚礼过来提亲。出了宋府，呸！什么东西？宋府也太欺人太甚了，真当我们非要他女儿不可？翌日早朝上，楚圣帝发了好大的脾气，有2份是参定国公府嫡长孙张彦之的折子，说他强抢人妇，立刻命人去调查此事。二皇子很是震惊，他没想到张彦之竟还做了这事，连他都蒙在鼓里。下了早朝之后，他立刻去了贵妃宫里。你说什么？彦之强抢人妇当外室养着，还把人家男人的双腿打残了，这怎么可能？本宫从未听你外祖父和舅舅提起过此事，莫不是有人在故意栽赃陷害彦之？定国公府的事情如果没有真凭实据，怕是没人敢胡乱捅到父皇跟前，此事应当不讲，只是怕彦之有意隐瞒，外祖父和舅舅也被蒙在了鼓里。彦之简直糊涂，他堂堂定国公府的嫡长孙，想要什么样的女人没有？找个妾室通房，再不济去烟花柳巷走走也可，为何偏要去抢人家的人妇？可知是谁递的折子？二皇子摇了摇头，他也不知晓是何人所为。此事父皇很是重视，已经交由监察司去调查了，若情况当真属实，国公府和彦之都少不了要被责罚。只是这事情来的未免有些太巧了，昨日赏荷宴刚结束，今日彦之就被人参了，儿臣觉得会不会是……张贵妃闻言咯噔一下，你的意思是此事或许和清离县主有关？儿臣也只是猜测，会不会是昨日我们对县主的算计被他知晓了？赵婉这个小贱人真是坏了他的好事。
我们做的那么隐晦，青离县主怎么可能会发现？会不会是你想多了？即便是他发现了什么，也不可能在这么短时间内就把燕之的事儿给查了出来，还连夜告到皇上那儿。母妃别忘了，他身后可是平南王府，他没有这个能力，平南王未必没有。平南王虽然一直在川南，但上京的事儿他不可能毫不关心，至少这些世家大族他多少都会有些留意的。如果是这样，那赵婉就是被利用了。你立刻差人去国公府，跟你外祖父和舅舅说一声，如果查到事情属实，千万不要想着压下此事，监察司可不比京府，为今之计，主动进宫跟皇上请罪领罚才是上策。是，儿臣明白。还有拉拢青离县主的事儿先放一放，等这次的事情平息了再说。二皇子点了点头，说完了这些便出宫去了。晚膳时，沈清离从韩宇口中得知了此事，商燕之被人参了。他长得文质书生的模样，倒是看不出竟敢强抢人妇。国公府的教养也不过如此。张燕之母亲早逝，现在管事的是续贤。还真是巧，他昨日刚算计过我，今日就被人参了，这算不算间接替我出了气？韩宇心想，不是间接，而是直接给你出气。小姐，主子说明日你得和他去一趟庄子，去看看安置灾民的情况。也好，春草和袁绍昨日已经回来了，晚上洗漱好，手摸到了挂在脖子上的玉佩。张燕之被参的事，该不会是王爷的手笔吧？他这是怎么了？该不会是玉佩戴久了，对人家王爷生了别样的心思吧？我没有别的心思，我刚刚只是因为想到有人替我出了气，所以心中才会窃喜，跟旁的都无关。就这样，一整夜都没睡好。用完早膳后，沈清离把春草和袁绍一起带上出了门。到城外时，楚少渊已经在候着了，便一同去往庄子。因着昨晚没睡好，马车到了另一个庄子，便眼唇打了2个哈欠。县主昨晚去做什么去了？本王怎么瞧着没精打采的样子呀？昨天有事在忙，睡得晚了些。他走了2步，竟然绊到了脚，身子不稳，差点倒下去。没事吧？连忙吩咐青云去搬来凳子，让沈清离坐下。快看看扭到脚没有？不用想也知道，肯定是扭到脚了。不容多说，直接将人打横抱起。王爷，你这是做什么？回马车上药。搂着楚少渊的脖子，丝毫不敢动弹。见他紧张的僵着身体，县主不必担忧，本王还没有那么弱，不至于连你这点分量都承受不起，不会让你摔下去的。臣女没这个意思。将他抱进自己的马车，轻轻放下，准备给他上药。王爷，这可使不得呀！臣女怎能劳烦王爷上药？臣女自己来就行。县主若是顾及身份，在本王眼里这算不了什么。本王也曾帮下属做过这些。若是顾及男女有别，在本王眼里，县主只是个伤者，更无需在意这些。这话说的好像也有道理，又好像有哪里不对。楚少渊低下头的瞬间，嘴角露出一丝得逞的笑意，拿过沈清离的脚，轻轻搭在自己腿上。药搓在脚上的那刻，沈清离的腿不自觉地颤了下。县主不宜挪动，先在马车上休息一会儿，本王去跟管事的交代几句。说完便下了马车，看着楚少渊略带急促的步伐，他怎么感觉这人像是在逃跑？春草全程都是震惊的表情。王爷这等身份尊贵之人，竟然亲自给他家小姐上药。马车上，王爷，听闻定国公的嫡长孙被参了，说是强抢人妇，可是王爷所为？县主为何会觉得是本王所为？臣女也只是猜测，放眼整个上京，能跟定国公府抗衡的也没几个，我外祖父并不知情。如果不是那几人所为，那臣女也只能想到王爷了。你倒是聪明，分析这些倒是头头是道，但为何到现在都还没有看出本王的心思？那县主说说，本王为何要这么做？王爷这么做是在为臣女出气吗？是。沈清离有些惊讶，为何？如果说是因为看上县主，见不得有人算计本王看上的人，才会出手敲打一番，县主又当如何？看上他了？沈清离脑子嗡的一下。王爷是认真的，还是说笑的？本王像是会说闲话的人吗？可是臣女和赵玉的事，王爷全都知晓，王爷不会介意吗？本王可没那么迂腐。掀开车帘，对青云吩咐了句：“去清风茶楼。”是，主子。去茶楼做什么？换马车，拿上药。沈清离见状也没再多问，马车进城后，直接去了清风茶楼的后院，确定肿已经消了一些，才将沈清离抱下马车，进了后院厢房。主子要和县主说话，我们在外头候着就行。放心吧，主子不会伤害县主。厢房内，沈清离不明所以，楚少渊双手撑在他两侧，似是将他圈在怀中那般。阿离，本王心悦你。
王爷，臣女你不必急着回应，本王知道你刚经历和赵玉的事情，需要时间来平复。本王原本也没有打算这么快与你表明，但有些人不安分，已经在打你的主意了。本王怕再等下去要被人钻了空子，所以提前跟你说一声。啊，说什么？当然是跟你说，往后见着本王不用生疏害怕，本王与旁人不同，本王不会算计你，只会护着你。还要跟你说，你身边的位置本王已经预定了，你不用再考虑其他人，只需要好好考虑本王即可。见他还在懵懵的，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传闻中冷血无情的肃王殿下竟会这般温柔地待他。王爷是何时看上臣女的？臣女竟毫不知情。在茶园里面救本王时，本王就对你动了心思，所以王爷伤好了后才回来，在茶园不肯离开，还假装你的人没有找到你。没错，是本王命他们晚2天进茶园的。那既然王爷那时候就已经，为何后来再也没有出现在臣女面前？是因为赵玉？听完楚少渊的讲述，沈清离不可谓不震惊。臣女竟然不知王爷在背后做了这么多事。你现在知道也不晚。来日方长，他以后慢慢再跟姑娘说。回沈府的路上，沈清离又从韩宇的口中知道了不少事。那日王爷出现在京府，并不是碰巧路过，他能被封为县主，是王爷跟皇上提的。沈清离有些受宠若惊，同时也有些欢喜。3日后，监察司将调查结果如实汇报给楚圣帝。楚圣帝一番权衡，命人直接在宫中打了张燕之50个板子，并令定国公回去后好好管教。前脚张家刚被打，后脚皇家给沈清离的赏赐便送到了沈府，特赐牌匾1块。沈府2字乃楚圣帝亲笔所书。而同样去了余县，想靠着去赈灾得一份奖赏的赵玉，却因为受了赵婉的连累，只得了极少的赏赐。有那样的妹妹，也是赵玉的不幸，也怪他们自己没有好好管教。小姐说的是啊，她这几日忙着准备提亲的事儿，倒是没工夫再来叨扰小姐了。此时安阳侯府不亏，赵婉的30个板子换来了和尚书府的联姻，侯夫人怕是乐得嘴都合不拢。他说的不假，没了沈清离又怎么样？我们侯府娶了尚书府的嫡女，也算门当户对。婉儿这次倒是歪打正着。什么歪打正着？都到了这时候，母亲还没意识到赵婉犯错的严重性。坐了片刻，她便回了自己院子。江梦雪已经在候着了。说是宋云瑶进了门，得知她跟表哥已经暗通款曲，而且她的肚子好像还……这么晚了，怎么还不去休息？表哥，我怎么了？表哥，我身子好像有了。有什么了？瞧见江梦雪往肚子看了一眼，才明白她的意思。这可是我们的孩子，你是表哥的第一个孩子，表哥难道不高兴吗？这孩子来的不是时候，宋府若是知晓，必定会不高兴。要不还是……不行，表哥，你不能如此狠心。表哥，这可是你的筋骨肉，要不咱们还是把事情告诉姑母吧。姑父身体一直不好，说不定这孩子的到来能给侯府带来好运呢。赵玉闭了闭眼，这是他第一个孩子，纠结了片刻，还是领着江梦雪去了侯夫人的院子。你们简直是荒唐！玉儿，这么大的事，你既不提前告诉我，即便你要纳妾，也要等正妻过了门，如此岂不是让人笑话？看了眼跪在那哭哭啼啼的江梦雪，放缓了语气。梦雪，你也知道玉儿需要宋尚书的扶持，这个时候断不能纳你进来。若想留下孩子，你只能先住到外面，等玉儿成亲之后，再想法子接你进门。多谢姑母成全。赵玉也没再说什么，他现在只觉得一团乱麻。翌日，赵玉带上聘礼，麻木的去了宋府下聘。沈清离是在3日后收到了安阳侯府的帖子。竟这般着急？安阳侯府这是怕到手的婚事跑了吗？这时韩宇附在他耳边轻声耳语了几句。果真吗？属下亲眼所见，赵玉把江梦雪送去了东街的一处宅子，还带了不少东西。没多久便有大夫过去，属下后来找那大夫打探了一下，说江梦雪已经有了身孕，还开了保胎的方子。她肚子倒是争气。宋云瑶若是知晓她这个正妻都还没有进门，赵玉的表妹都已经怀了孩子了，估计脸都会气绿吧。难怪婚期定得这么急。真不知赵玉怎么想的，竟给小姐送帖子，莫不是脑子被门给挤了？小姐怎么可能去侯府赴宴？不用理会，侯府本就是拜高踩低的，此番赵玉大婚，他们可不得逮着机会，恨不得将上京有头有脸的人都请了去。小姐，刚刚王爷身边的青木送了这些过来，说是小姐这几天不能出门，王爷担心小姐烦闷，特意派人搜罗了这些书册，送来给小姐解闷。还有，这是清风茶楼的点心。小姐，还有这衣裙也是王爷送的。
这是几个意思？他都还没说要接受了好吗？无功不受禄，这东西如此贵重，我不能收下，要不还是还回去吧。小姐，主子手上送出的东西还从来没有收回的，小姐还是留下吧。而且属下瞧着颜色和小姐很衬。是啊，小姐，王爷都已经差人送来了，您再还回去，岂非驳了王爷的面？什么情况？怎么连这2个丫头都这么帮忙？不对劲呢，你们2个此前不是很惧怕王爷吗？这会儿怎么还替人家说起话了？有吗？奴婢觉得王爷挺和善的。那就说起来吧。是。小姐，经过几天的休养，沈清离总算是可以出门了。昨晚给楚少渊送了信，让他今日一同去一趟药园。到清风茶楼时，楚少渊已经等在后院。沈清离一走下马车，顿时把楚少渊看愣了。姑娘今日穿的正是他送去的那套衣裙。臣女见过王爷。阿离，不必多礼。这就开始改称呼了，还真有些不习惯。往后若是没有外人，阿离不必行礼。本王上回便说了，你在本王这里是不同的。不行礼，那岂不是乱了规矩？臣女不敢。没什么不敢的，本王给你这个特权，往后只有在有人的时候行礼，没人的时候不必跟本王生分。楚少渊将他耳边的碎发轻轻塞好，这让沈清离脸颊一红。时辰不早了，还是快些去药园吧，再晚干来不及摘新鲜的了。说完便慌忙上了马车。楚少渊轻笑一声，也跟着上了马车。到了药园，臣女问了韩愈，以往太后寿辰，王爷送的都是各式珍宝、锦缎华服，这些虽贵重，却都是冷冷冰冰没有情感的。太后当时虽然看着新鲜，过后怕是会放在仓库中招灰。臣女想着，王爷既然要送，那就送点特别的，让太后时时能用上，用上时还能想到王爷的孝心。以前母亲还在世的时候，有段时间时常梦魇睡不安稳，臣女特意找老大夫学习，帮母亲做了药诊，果然改善许多。臣女后来便种植了这片药园，每年都会过来采摘新鲜的药草，给母亲做新的药诊。太后年岁大了，难免会有睡不安稳的时候，王爷可以亲手做一个药诊当贺礼，太后见了一定会喜欢的。阿离果然是好想法，看来本王把事情交给你去办，算是找对人了。有时候这些寻常之物，比那些冷冰冰的稀罕物件更能让人开心，只不过没人告诉王爷而已。王爷既要做，那便从头到尾都由王爷自己动手，臣女负责在旁边监工。倒是不客气啊，除了皇兄和太后，还从来没有人敢吩咐本王做事，当本王的监工。阿离可是头一个呀。是王爷自己说的，臣女与旁人不同，让臣女在王爷面前不用生分。这小丫头适应的倒是挺快。既然不用生分，那看在本王做了那么多事的份上，可不可以要一个奖赏啊？什么奖赏？沈清离脑袋有些懵，眸似秋水般眨了眨，怎么还找他要奖赏？干活。沈清离瞪着眼张着嘴看着某人淡定的背影。有了这个小插曲，为了避免再被突然偷袭，沈清离故意离他3步远，在旁边指挥着他摘完了药草，直到晚膳时才将药草处理完成。太后寿辰还未到，等这个做好之后，本王先试上几天，说是真能助眠，本王再重新做一个送给太后。臣女觉得可行。回去的马车上，王爷会去赴宴吗？阿离为何要这样问？你觉得本王会去吗？臣女是想，王爷会不会因为吏部尚书的关系，给安阳侯府几分脸面？脸面？本王无需要给任何人脸面，当然阿离除外。哼，算你改得快。那几个皇子呢？他们会去吗？阿离这么关心？只是好奇而已。听说这些世家权贵更会做表面文章，为的就是个脸面。3皇子必定会去，其他几个不会。他们个个无利不起早，都是人精。无论此事因何而起，只要赵玉和宋云瑶一成婚，吏部尚书在他们看来就已经入了3皇子的阵营。王爷说的是。安阳侯府他们不会去，倒是宋府摆的出阁宴，他们应该会去走个过场。出阁宴？不必惊讶，这就是你说的文章。你现在的身份是县主，又沾着平南王的关系，宋家的帖子应该也会送到你的手上。还会邀请臣女？阿离若是去，本王便给他们个脸面，反正他们的气候也不长了。臣女若是不去，怕是会被人指点，说臣女刚封了县主，就目中无人吧。那便去吧。王爷的意思是？近几年吏部做事越来越不像话了，皇兄忍耐已久，打算动吏部尚书了。王爷跟臣女说这个，就不担心臣女姑年之前的关系跟赵玉通气？阿离会吗？当然不会了，臣女与他已无关系，他未来如何，会受谁的提携，又会受谁的牵连，臣女都不在意，更不会去管。所以王爷以后不用再试探臣女，免得因为不相干的人生出不必要的误会。听阿离的，本王以后不会再如此了。如楚少渊所言，隔天沈清离便收到了帖子。
表姐，祖父说，按理出阁宴不必如此排场，但既然吏部尚书给了帖子，咱们还是得去走个过场。我知道。哎呀，坏了，光顾着吃点心，忘记大哥还在等着。他说了，今日带我们去寺庙。去寺庙干什么？哎呀，母亲说回来这么久了，还没有去寺庙给祖母供香，怕她染了风寒出不了门，便让大哥带着我们去。我也去吗？母亲说了，既然你已经认了亲家，让你一同跟着去，也给祖母上炷香。听秦若烟这么说，沈清离便跟着一道儿去了。秦朔见着他就要斥责：大哥莫怪嫣儿，是我有事耽搁了一会儿。你就惯着他吧。金福寺建在山上，马车只能停在山脚下。到了寺里，由僧人领着给平南王妃供了牌位，刚准备驾车回去，突然听到车外一阵嘈杂声。原是一辆马车失了控，就在车夫掉下的瞬间，车帘被风吹了起来。表哥，快救人！那姑娘我认得。沈清离说话的同时，秦朔已经起身，连忙拉住缰绳，试图将马控制住，但马好像疯了一般，任秦朔如何借力都不肯停下。姑娘得罪了。他手臂将人护着触地，见他们平安落地，沈清离和秦若烟才松了口气。表哥，你没事吧？啊，哥，你受伤了？小伤，不打紧。袁姑娘，你还好吗？还好，多谢秦世子出手相救。秦朔只是嗯了一声，并未多说话。表哥，他是顺宁侯府的袁晴，我跟袁姑娘在城外施粥时见过一面。秦朔点了点头，他对不熟悉的人向来没什么话。原来表姐认识呀，马车坏成这样，肯定不能用了。要不让袁姑娘先去我们的马车上，先把伤口处理一下，再检查下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地方也伤着了。哥，你看。秦朔点了点头，转身往马车走去。多谢青离县主，多谢秦郡主。还好小姐没事，刚刚马车冲出去时，奴婢的魂儿都快吓没了。袁姑娘，你今日就自己来寺庙上香的吗？怎么身边连个护卫都没带呀？并非我自己，我是跟府中姨娘的女儿一同过来，给祖父上香祈福。她上山时崴了脚，我便让她在山下候着，想着寺里不会有什么事，便把护卫也留下来照看她。等我下来时，车夫才跟我说她脚疼得厉害，已经带着护卫先回去了。哼，说好了在山下候着，小姐还没下来，她却先回去了。什么脚疼得厉害？奴婢瞧她就是故意的。翠芝这话一出，沈清离和秦若烟互看一眼，这马失控成这样，怎么看都有些不正常。袁姑娘还是要留个心眼才好。多谢县主提醒，也是让县主和郡主见笑了。府上关系的确有些复杂，我那个妹妹一向与我不和，今日之事只怕与她脱不了关系。回去后我定会好好调查清楚。我明白，哪下没有些弯弯绕绕，这都不新鲜，往后多留个心眼便是。哎呀，这后宅之事果然不简单。如果真是你那妹妹所为，那她也太恶毒了，竟敢对马动手脚。这你要是真的跟着摔下去了，小命指定不保。郡主说的是，当真要多谢你们了，改日一定备上重礼，登门致谢。嗨，我哥举手之劳，袁姑娘不必放在心上。倒是你的马车坏了是个问题，眼下天色已晚，一时半会儿怕是也找不到人来接应。你若不介意，便与我们同乘一辆马车回去。袁晴倒是不介意，这合适吗？我瞧着你们也只有一辆马车，我若坐进来会不会？你是担心我哥呀？嗨，没事儿，我哥皮糙肉厚的，让他在前面加马车就好。秦朔站在马车外，可真是他的好妹妹。天色不早，该出发了。多谢秦世子。不出意外的，没有得到任何回应。袁晴并未让他们直接送回顺宁侯府，怕被一些人瞧见传出什么流言。送完了袁晴，又将沈清离送去沈府。韩愈还带来了安阳侯府的消息。你说什么？赵王为了不想在寺庙里跪抄经书，把自个儿手又给划伤了。听闻伤的还挺严重。赵玉昨日去求了三皇子，想让三皇子跟主子求个情，免了他妹妹的责罚。主子说手伤了那就不抄经书了，改每日在寺庙里跪着诵经2个时辰，还要派个人去负责监督。他哥的大婚估计他是参加不到了。说到大婚，沈清离看着桌上韩宇带来的衣裙，王爷这是给他送衣裙送上瘾了是不？你家王爷这是攒了多少料子呀？是不是库房存不下就急着用掉啊？具体多少属下不知，属下只知道2个库房快存满了，都是上好的布料，全都是给小姐准备的。主子说了，小姐若是不喜欢他挑的那些，属下可以领小姐去王府自己挑。啊，不必了不必了。好家伙，这还没怎样呢，他怎能去人家的库房挑东西？宋云瑶出阁宴这天，沈清离一早起来，到底还是穿了楚少渊送来的那件，收拾的差不多便出门了。到宋府门口等了片刻，平南王府的马车便到了，来的只有秦夫人和秦若烟。平南王和秦朔有事，一早便出城去了。几人在宋府管家的带领下，一同进了宋府。宋云瑶行事浮夸，宋尚书做的也如此高调，是生怕旁人不知道他贪吗？出阁宴男女分席，如楚少渊那日所言，皇子们都来了。宋府管家急匆匆跑来，说王爷已经到
到门口了，连忙起身小跑着出去迎接，直到楚少渊进来的那刻。见过王爷，都免礼吧。见姑娘穿的是他送的那件，嘴角微不可察的扬了下。宋云瑶是今日的主角，打扮得很是艳丽，心里却还惦记着楚少渊，而他的未来夫君赵玉也是如此。老臣敬王爷一杯，王爷能驾临府上是老臣的荣幸，老臣先干为敬。楚少渊只是端起酒杯示意了一下，宋尚书接着又给几个皇子和丞相敬了酒。女眷这桌宴席过半时，女眷都吃得差不多了，宋夫人便提议带着女眷们去府中花园走走。途中沈清离想去如厕，便让韩宇陪着先行离开。沈清离如厕的时候，韩宇注意到这荷花池里有一片稀罕花色，便飞到树上提前找好角度。刚到树上，便瞧见赵玉也出现在镜房旁边，还是有醉意，好像在找什么人。韩宇眉头一皱，他在这里纠缠小姐可就说不清了。瞅准时机从树上跳下，赵玉只觉得脖梗一麻，便直接晕了过去，将还晕着的赵玉拉到水池边。等沈清离一出来，他若无其事地将人带走。刚走开没一会儿，怎么回事？我好像听到后面有落水声，该不会是有人掉水池里了吧？属下也不清楚，听着好像是有落水声。当沈清离要前往查看时，小姐，这是别人的府邸，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而且这么大的声音肯定也不止咱们听到，还是先等等再说。那听你的。他已经瞧见有人在往这边来了，好像正是赵玉身边的下人。一看水中那身衣裳正是自家主子今日的穿着，连忙跳下去，费了好大一番力气，终于将赵玉给拽了上来。这时其他听到声音的人也纷纷赶了过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好端端的怎么还落水了？你是怎么照顾主子的？小的不知，小的也是听到声音才赶过来，就看到主子已经在水里了。主子有些不胜酒力，许是没走稳才掉到水池里，都是小的照顾不周。听见赵玉咳嗽两声，接着缓缓睁开眼，意识到自己的失态。岳母大人，小婿因着明日就要跟云瑶大婚，心里高兴，便多饮了几杯，出来透口气儿，一时没走稳跌入水中，让岳母大人和各位宾客见笑了。听他这么说，宋夫人总算拉回了面子啊，不打紧，大婚高兴也是情理之中，不过饮酒还需适量，我要伤了身子呀。岳母大人教训的是。而宋云瑶自打一过来，瞧见是赵玉落水，脸上没有一丝着急。云瑶啊，你快带着赵公子去前院换身衣服，明天还要大婚呢，再染了风寒就不好了。宋云瑶这才不情不愿，领着赵玉去了前院。众人重新回了宴席，赵玉换了身衣服也回来了。宋尚书心里一阵嫌弃，等宴席结束，赵玉自知确有不妥，也只好受着宋尚书的数落。回府的马车上，沈清离想了想赵玉落水的事，好像有哪里不对劲。韩宇，赵玉落水的事儿是不是你干的？小姐说的没错，正是属下干的。他做了什么？属下见他鬼鬼祟祟站在镜房附近不走，一看就是想来骚扰小姐，这可是别人府上，被人看见了会误会小姐，所以属下就将他敲晕了，之后又把他挪到了水池边。干得好，我早就跟赵玉说了不要再纠缠，他就跟听不懂人话似的，都要跟别人成婚了还在装深情，我最是看不惯他这虚情假意的模样。小姐说的是。天快黑时，平南王和秦朔去了城郊的一处别院，被他们一同带回来的还有2个匪徒。平南王将他们分开关押，他先解解气再说。贵人，俺们无冤无仇的，贵人为何要把俺们抓来？俺们还没来过上京，也没抢过上京的人家，应该没得罪过贵人吧？平南王瞬间气血上头，拿起鞭子又是一顿抽打。没得罪是吧？那你还记得1年半之前你们在靠近临县的山脚下都做了什么吗？还记得被你们劫走，后来又带去蒲县，在山上灭口的那对夫妻吗？贵人冤枉啊，俺根本就没去过临县，也不知道你说的什么夫妻，俺们从来就没有做过这事儿。平南王一听就知道他在说谎，对付这种嘴硬且没什么胆量的人，他有的是办法。不出半个时辰，把收钱绑人的事全都说了出来。贵人，俺知道，这真的就这些了。俺们大哥他根本就不会跟俺们说太多，俺们只负责干活。平南王知道他也吐不出什么东西，便去了秦朔那边。秦朔也已经审完，结果和平南王审的差不多。祖父，我觉得咱们先分2路走。明日我会给在外的那些人传信，让他们按画像先去找流氓的下落。至于凉州知府那边，可能还需要祖父出面。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凉州的方知府和祖父有些交情，那便按你说的办。此事先不要告诉李二，等找到幕后之人再说。好，听祖父的。翌日，赵玉和宋云瑶大婚，如楚少渊所言，除了3皇子亲临庆贺，其他几个皇子均未到场。安阳侯本想长长脸，但实际来的世家权贵没几个。通过这场大婚，赵玉算是看清了这上京的风向。谁知第2日侯府便闹出了笑话。你说什么？宋云瑶今天一大早把侯夫人给打了，还带人去找江梦雪了？千真万确，朱掌柜听说后还特意赶去看了个热闹，那场面别提有多精彩了。这事已经传开
了？好像是因为今日一早宋云瑶作为新媳和赵玉一起去给安阳侯夫妇敬茶，赵婉嫌弃宋云瑶给的礼物太寒酸，侯夫人言语中还暗讽宋云瑶小家子气，一点都不识大体。争执中，赵婉这个大嘴巴一时没把住门，把他哥已经有孩子的事说了出来。赵玉也是没想到事情会这么快败露，还是自己妹妹抖出来的。谁知宋云瑶还当场给了赵玉一巴掌，一看自己儿子被打，维护儿子说男人三妻四妾很正常，二人就这么打了起来。谁知道宋云瑶回去后直接带人去了东街，赵玉知道后连忙去追。宋云瑶见着江梦雪，二话不说上去就是几巴掌，头发都薅掉了不少。赵玉丢不起那个人，最后没办法将宋云瑶强硬抱上马车带回了侯府，江梦雪也一道带回去商议。江梦雪还在侯府呢，这个奴婢也不知，八成还没回东街呢。出了这种事儿，没有结果之前，宋云瑶怎么可能放他走？他们这边刚说完，韩宇便从外面回来了。小姐，宋府那边派了管家过去，直接到侯府将宋云瑶接走了。赵玉此刻也恨不得捅了赵婉。我都已经说了，让你们大婚之前把她送去寺庙，你们偏要护着不肯送。现在好了，出了这种事儿，让侯府成了笑柄，你们让我怎么去跟宋尚书交代？婉儿，你说说你怎么就不能忍一忍，非要跟他争论做什么？母亲，是他欺人在先，好歹我喊了他一声大嫂，他却只给我这么点东西，当我是叫花子打发吗？要不是他小家子气，我也不会跟他争论，也就不会有这事儿了。你还不知错？你看看府里都被你闹成什么样了，你自己好好想想，这几个月你给我惹了多少事儿？要不是因为你，我和沈清离也不会走到这一步，后面也就没有这么多事儿了。赵婉跟疯了一般，就冲到赵玉跟前，连抓带挠的。江梦雪眼疾手快，冲到赵玉跟前挡着。老哥，事已至此，你就算把婉儿打死也没用，还是想想该怎么解决吧。实在不行，只要夫人她肯回来，我就把孩子给打了。我不想让表哥为难。赵玉狠狠瞪了赵婉一眼，把江梦雪先送回了偏院肃王府。主子，赵玉表妹的事败露了，今日侯府和东街宅子可是热闹得很。宋尚书一气之下，派人去将宋云瑶接回了宋府，还说要跟侯府讨说法。这么快就暴露了，还以为他能瞒住宋家，撑到孩子生下来再坦白。这还要多亏了赵婉。青云把打听到的细节全部讲了出来。主子，平南王已经将人抓住了，审得如何属下不知，但今日一早他派人快马加鞭去了凉州，还有秦朔，他并未将人手撤回来，属下猜测抓住的2个人只是小喽啰。楚少渊坐到书桌前沉思了片刻，先派人盯着，有什么消息即刻来报。是，属下领命。还有一事，东丽国的暗探传来消息，说林子里的那支箭的确在东丽见过，只是那边现在也很少有人用这种，他们已经在暗中调查都是何人在用。楚少渊点了点头，还真被那姑娘给说中了。九爷，你去一趟沈府，让县主后日来一趟王府，就说上次带回的药草已经晒好了，本王不知如何装。是，主子。青云转过身时，主子真是一刻都不想等。青云来到沈府，把楚少渊的话如实传达。知道了，你回去跟王爷说一声，我后日会准时去王府教王爷如何装。青云一时没反应过来，点了点头便出了沈府。当青云回去把沈清离说的话和当时的表情一五一十告诉楚少渊后，楚少渊瞬间就读懂了，这姑娘是在打趣他。翌日下午来到平南王府，见过舅母。梨儿来了，快过来坐。香莲，快去给梨儿端杯茶来，记得要果茶。多谢舅母。表姐，你来的正好，我正和母亲说安阳侯府的事儿呢，你还不知道吧？昨晚上赵玉去宋府接人了。去接人了？可我来的时候还瞧见赵玉的马车往东街去了，估摸着是去找江梦雪。宋云瑶都回侯府了，既然能允许她去找江梦雪，这也不符合宋云瑶的性子呀。怎么可能？人宋家根本没让赵玉把宋云瑶接走，他昨晚上是被赶出来的。听说啊，管家骂的可难听了。表姐，你说赵玉的脑子是被门给击了吗？看着挺聪明，挺会算计一人，怎么会做出这个决定来？他怎么想的？这不是纯纯找骂去了吗？谁知道呢？人家宋府要的是态度，不是他的孩子。表妹，你是怎么知道的如此详细？该不会昨晚上路过的人是你吧？哎呀，要是我在就好了，只可惜是我派去的小厮瞧见，没能亲眼看到赵玉吃瘪的模样啊，真是太可惜了。幸好梨儿与他们已无关系，否则现在闹心的就是梨儿了。真该谢谢赵婉。这话惹得沈清离和秦若烟一阵欢笑，陪他们说了会儿话。沈清离去了平南王的院子，给外祖父请安。好，快进来。给外祖父带了喜欢的酥饼。梨儿有心了。外祖父，我……便听见外头有脚步声传来，一看沈清离也在。梨儿也在啊。
我回府时瞧见下人拿着信，说是给祖父的，便送了过来。拆开信封，看了内容之后，松了一口气。李二，调查的事有结果了，画像上的2个人已经被我和你表哥抓到，从他们嘴里得知是有人给了他们大哥一笔钱买凶杀人，给钱的幕后之人只有他们大哥才知晓。我刚刚收到信，他们的大哥流氓已经被抓，眼下正关在监察司。当真吗？信上是这么说的，但监察司属王爷的管辖范围，我不能擅自去找人。明日我得去一趟王府，跟王爷禀明此事，拿了提审令才能去监察司审人。明日他好像也答应了某人要去王府。李二怎么了？没什么，想着要不要跟外祖父和表哥坦白。那个外祖父、表哥，有件事我想告诉你们，明日我也要去肃王府。李二也想去，你是想等祖父一拿到提审令，就跟着祖父一起去审流氓？那明日便带你去。多谢外祖父。还有一件事，就是王爷他说心悦我，想让我考虑考虑他。你刚刚说什么？王爷他心悦你？就连秦朔也惊了一下。王爷亲口跟你说的？是我前些日子跟王爷一道出了次城，去庄子上看灾民的安置情况，就是那时候他跟我说的。此事李二如何看？沈清离垂下眼眸，把楚少渊自打离开茶园后暗中做的那些事全都跟他们说了。没想到王爷竟在背后做了这么多。王爷他与赵玉不同，与他接触的这几个月以来，我发现只要有他在，好像什么都不用我操心。那是王爷的担当，岂是他赵玉能比的？这话倒是不假，王爷堪为男儿典范。这么说，李二是也有此意啦？以王爷的身份，将来必定还会有侧妃侍妾，不知表妹能否应对得来啊？我想试试，省府这么大摊子我都能接受，肃王府我相信我也能行。翌日早膳后，沈清离与平南王一同去了肃王府。楚少渊有些意外，老臣见过王爷。臣女见过王爷。免了，坐下说话。老臣不请自来，实在是因为有事要跟王爷汇报。李二父母被匪徒所害，此前一直以为是拦路打劫，现在确定是买凶杀人。老臣已经查到线索，眼下仍旧关在监察司，这是匪徒的信息，老臣不能擅自去监察司，特来跟王爷求个提审令，老臣定要查明幕后黑手。他不禁看了眼沈清离。平南王客气了，监察司属本王管辖，既有命案，本王有义务调查清楚，不用提审令，本王亲自陪你去提审。本王也很想知道这幕后黑手是谁。多谢王爷。见他们起身了，王爷，臣女能不能也跟着过去？事关县主父母的死因，县主若是不嫌地牢脏乱，便一起跟着吧。楚少渊知道他想去，就等着他提呢。多谢王爷。到达监察司，臣见过王爷，见过平南王。看了眼旁边的姑娘，能跟王爷和平南王一起过来的姑娘，想必身份不简单。于统领，这是本王的外孙女青离县主。原来是青离县主。不知王爷过来所谓何事？本王要提审此人。是，臣这就带路。这里关的都是重犯，审讯犯人的场面沈清离从未见过，全程都很紧张。当平南王问出1年半前临县山脚下劫人的事，我也不知幕后之人的身份，我们都是收钱办事，钱也不是那人给的，而是那人的一个远亲，但我知道那人是上京的，好像还是个权贵。那远亲是何人？姓甚名谁？住在何处？我没问过名字，我听其中一人喊过他，好像叫什么齐牙子，他就是临县人。我想起来了，抓人的前2日我们一起喝酒，他喝的有些上头了，不小心说漏了嘴，说给钱办事的人是他一个远房表舅，在上京是很有牌面，叫什么杨侯，是不是安阳侯？没错，好像就是叫安阳侯。沈清离脑袋嗡的一下，安阳侯赵玉的父亲，安阳侯为何要这么做？双腿发软，差点晕过去。楚少渊连忙将人扶住。李二，你怎么样？没事，我只是一时有些无法接受，怎么会是安阳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与父亲可是称兄道弟呀。人心难测，你父亲拿人家当兄弟，陈家或许只是为了你父亲的家业。王爷言之有理，只怕从提亲开始，他们的心思就不纯，就是冲着沈府的家业而去。只是老臣还有疑惑，2家婚事已经谈成，大婚将至，安阳侯为何还要下此毒手？这里面一定有事。这个问题
只有安阳侯自己才知晓。出了地牢后，青云即刻派人带上画像去临县，把安侯的远亲统统调查一遍，看看有没有一个叫做掐子的人。若是找到此人，即刻押回监察司。注意，要悄悄的，别让安阳侯察觉。老臣多谢王爷。此刻的安阳侯还未意识到事情已经败露。玉儿，你就听为父的，让孟雪把孩子打了，你再去宋府跟宋尚书好好认个错，把宋云瑶先接回来。等过些日子风头过去，宋云瑶气也消了，你们再好好商量一下，把孟雪接进府。孩子迟早还会再有。赵玉坐在那沉默不语。侯府有今日，全是他那个惹事精妹妹所赐。玉儿，你说句话，到底如何打算的？这孩子你到底要不要拿掉？你这么一直拖着，让宋府怎么想？眼下咱们没有别的法子，如果把宋府彻底得罪了，对侯府没有好处。你还是快些做决定吧，等到时候孩子月份一大，就更不好处理了。父亲，在上京，妾室比正室先有孩子的大有人在，人家都能够接受，为何偏偏他们宋家就如此咄咄逼人？还不是看不侯府没落，否则凭他再是尚书，也比不上皇家亲封的侯爵。你这不是废话吗？玉儿，为父知道你娶宋云瑶是被逼无奈，可娶她也不是完全没有好处，至少宋尚书还能帮到你。现在人已经娶回来了，什么好处都没捞着，难道要因为一个妾室的孩子就把到手的助力给丢了？公子，东街那边出事了。秦小姐身边的丫头说，表小姐找大夫开堕胎药了，已经服下，孩子没了。你说什么？回公子的话，我们小姐说不忍心看公子为难，便将孩子打了。孟雪竟将孩子打了。知道了，你回去好生照顾你家小姐，跟她说我明日会去找时间去看她。是。玉儿，事已至此，你收拾一下，赶紧去一趟宋府，把宋云瑶给接回来吧。知道了。赵玉这次没再撑着，换了身衣服便去了宋府。从地牢回来后，沈清离病了一场，3日没怎么吃东西，人看着都瘦了一圈。楚少渊放心不下，趁着天黑悄悄潜入沈府，得知自家主子来翻墙头，韩宇除了一头黑线之外，不得不连忙做好内应。厢房内，沈清离靠在床榻上，这会儿正在闭目养神，丝毫没察觉某位王爷已经进了屋。冬雪，把药端进来吧。楚少渊端着汤药走进去，见姑娘靠在床榻上，听见脚步声了，还在闭目养神，放轻脚步坐到床榻边。沈清离丝毫没多想。王爷怎么来了？啊，韩宇说你病了，不放心你过来看看，怎么样，感觉好些了吗？就是发个烧，喝了汤药已经好多了。说完往外间方向瞧了瞧，这个丫头呢，干什么去了？王爷都已经进屋了，怎么也没人来通报一声啊？没工夫来通报，睡得正香呢。没事，韩宇让他们先睡一会儿，先把药喝了再说。谁能想到呢？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肃王殿下，这会正在伺候人喝药。王爷这么周到，该不会是之前也这么照顾别的女人练出来的吧？怎么了？是不是哪不舒服呀？王爷之前是不是经常这样照顾人？这话问的楚少渊一愣。阿里想什么呢？只有别人伺候本王的份儿，本王怎么可能经常这样照顾人啊？谁有这般荣幸能让本王亲自照顾啊？本王是瞧见母后身边的宫女都是这般照顾母后的，而且本王知道阿里喜甜，来时特意备着的。这么说，我在王爷这是独一份的待遇了。那是自然，怎么会突然发烧啊？是因为查到背后之人是安阳侯，你无法接受是吗？我只是想不明白，安阳侯为何要这样做？赵玉会不会也参与其中？如果他真参与了，那我岂不是罪该万死？是我把这个祸害招进沈家的。阿离，别多想啊，或许并不是你的原因。照这个情况来看，他们觊觎沈家家业，必定不是1天2天了。青云已经赶去抓人了，等齐伢子一抓回来，到时候便能知晓一切真相。真能抓到吗？万一我们抓不到人，或者人已经没了，那还怎么指控安阳侯的罪行啊？阿离放心，只要人还存活在世，无论他躲到哪里，就算翻遍整个大楚，本王也一定把他给找出来。退一步说，即便人已经被灭了口了，本王也有其他法子，先去抓人回来审。只是为了有凭有据，大小也是个侯爵，在皇家都有登记在册，不到不得已，还是不要采取非常手段，免得落人口舌。王爷说的有理，以侯府那帮人的胡搅蛮缠，不拿出证据，他们不会轻易就范。
别多想啊，本王会配合平南王处理好此事，还你父母一个公道。听楚少渊这么说，沈清离才彻底放下心来。对了，等人抓回来，王爷最好把侯府所有人都带去审讯，万一其他人也知晓内情，不审岂不是便宜了他们？言之有理，时候不早了，阿离先好好歇着，若有了消息，本王第一时间告诉你。沈清离点了点头，喝了药，他确实有些困，好好歇着啊，等本王的消息。说着在他额头亲了一下，便起身离开了。他怕再不离开，自己会忍不住再做点什么。2日后，青云带着好消息回来，齐伢子被他们抓住，已经送去监察司关着了。派人给平南王府和沈府都送了消息，侯府和宋府也重修于好。哼，赵玉就是如此不作为，我现在觉得他谁都不在乎，他在乎的只有他自己。不过没看出来江梦雪倒是个聪明人，知道这个孩子一定保不住，与其撑到最后被人逼着打掉，还不如自己主动点，这样反倒能让赵玉对他愧疚，往后等他入府。霞姐说的有理，奴婢听闻赵玉连着去了2次，宋家虽然很生气，但最后还是同意他接宋云瑶回去。两人都已经这样了，事情不到最后一刻，宋家不会让宋云瑶和赵玉分开的。刚用完晚膳，韩宇便带回了消息：小姐，齐伢子已经抓到了，王爷让您明日去监察司和他一起提审。真的吗？人已经抓到了？千真万确，青云亲自将人押送回来，下午已经送去监察司关着了。平南王那边也已收到消息。这可太好了，真相很快就要浮出水面。